啾啾嗷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糖。好家伙，这胡桃吃的流水峰值都快逼近雷神池了，看来大家都是准备梭哈了呀。黄龙一斗不管了是吧？但是肯定还是会有人想抽斗子哥的，所以今天咱们就继续来说一下新角色。抽黄龙一斗之前，你必须知道的3件事儿。首先，第一件事儿，平民玩家你先不要急着下决定抽它，因为玩一斗是必须要绑定五郎的。尽量等2.3前瞻直播过后，看一下一斗和五郎他俩到底是在同一个池子，还是在2个不同的池子。如果他俩在同一个池子 ，OK， 没有问题，一斗你可以直接冲。但是如果说五郎在另外一个池子，那么在抽一斗之前，你就得好好的想一想，另外一个池子你抽还是不抽？不管它到底是阿贝多也好，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也罢，你得看你抽不抽这个卡池，看你能不能从这里面捞到一个五郎。因为一斗的伤害上限会极度的依赖五郎，你如果没有五郎这个角色，一斗你玩到最后也就那样，高不成低不就的。至于前瞻直播的时间呢，是在本周5，明天官方应该就会发出预告了。然后第2件事儿，灵命的一斗能玩吗？它的缺陷在哪里？玩是肯定能玩的，这个游戏里面就没有灵命不能玩的角色，但是能玩和玩的舒服这是2个概念。灵命是基础服务，而命座是属于增值服务。当你没有钱来享受这项增值服务的时候，你的游戏体验必然会受到遏制。伤害遏制只是其中之一，一斗它还会有一个遏制方向，那就是充能遏制。灵命一斗的充能绝对会是一个大问题，不然它命座带充能的这个设计就将毫无意义。而解决办法可以参考萧，依靠队友来帮他解决。有2个方案，一是阿贝多，二是雷神。这2个角色你必须要有一个，只有这样你的一斗游戏体验才能稍微好一点。所以在抽一斗之前，先看一看自己有没有他俩吧。但是一斗带雷神有一个问题是，由于炎雷之间不反应，雷神的E技能给一斗太浪费了，而且雷神的充能方式到底会不会占用一斗的出场时间，我们也还不太清楚。这些个问题我们只能等到下个版本实际体验过之后再给出大家答案了。目前看来，阿贝多依然是一斗的充能最优解。最后第3件事儿，一斗它真的够强吗？如果说你是一个强度党，真的不用为它的强度操心。炎属性本身由于不参与伤害反应，所以个个都是倍率怪。倍率怪加上大剑的组合，你用脚趾头想一下，你都会知道它的强度弱不到哪去。但是一斗虽然爆发伤害足够，它依然也有短板，很容易就会被策划针对。最容易针对的就是它的循环轴，这种重装战士类型的角色，一旦纯雷进深渊，一斗打这一层绝对自闭。这种高频位移的怪物，你说你开个大招能打到几下？如果你拿优拉打过纯雷的话，那么这种感觉你绝对是深有体会的。那个空大你就不用管，随便空。那打不到怪会有什么后果呢？丢伤害，断循环，很轻松就可以针对到你。千万别说纯雷绝对不会进深渊。从前有一个人说某偶见鬼绝对不可能进深渊，结果现在呢，人家已经在深渊里面安家了，根本不带走的。哪怕咱都不说纯雷了，就给你整几个雷影术士，你也只有追蚊子的份儿。还有无相系列也挺恶心的，一套大招还没有打完呢，人家回去了。反正一斗这个角色呢，大招那一套的爆发伤害肯定是足够的，即使是灵命也完全 OK， 但是输出循环轴绝对会是一个隐患，这个大家一定要考虑到。好了，那么提前祝福各位抽一斗的小伙伴们都能一发入魂。最后希望能看在辛苦码字整理资料干视频的份上，给一个长按3连，感激不尽。